你们真的有用对 Google Gemini 吗？现在市场上呢，有90%的人，包括很多企业的老板和高管们，用 Google Gemini 的方式呢是非常初级的。他们通常呢打开 Google Gemini 的 website， 然后呢帮我写这个 promotion 文案，或者帮我总结这篇文章，又或者呢有时会让他画张图。但说实话的，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用的话，那你就像开这辆法拉利，结果呢只用它去隔壁街买菜，这不是在浪费资源吗？在商业上啊，这就是一种失职。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呢，不是看谁买了什么 AI 软件，用了什么 AI 工具，而是看谁懂得驾驭 AI 的深度的能力。如果你的 AI 工具只是能帮你省写 email 的5分钟、10分钟，那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呢已经用同样的工具把业务的决策效率提高了至少10倍，把产品的研发的周期呢缩短1半。所以问题来了，你到底是 Gemini 的游客玩家呢，还是能让它帮你赚钱，帮你做决策，帮你优化商业模式，甚至帮你把产品做出来的专家？今天这支视频呢，我会毫无保留的分享和深度的拆解6个90%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呢，现在顶尖的商业高手每天都在用 Gemini 的高阶技巧。这些方法呢，能让 Gemini 从一个只会讨好你的初级助理呢，直接呢把它升级成敢跟你说真话，能帮你优化你的商业策略，甚至呢能帮你设计产品的得力助手。大家好，我是 Terry。在商业上呢，最大的风险呢，不是做错事，而是呢，你还在用着旧的规则来玩一场全新的游戏。别人在研究怎么赢，而顶尖的玩家呢，在研究规则本身。这个频道呢，就是带你看懂并利用这个时代新规则。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率的忙碌，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为你赚钱的系统，订阅我的频道，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让你思维升级的内容。好，现在就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技巧，重塑 AI 人格，让他敢说真话。我们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 AI 的性格缺陷。大部分的 AI 啊，为了让你用得开心呢，都会被设定成好好先生的讨好型人格。不管你商业想法有多烂，他都会说哇，这个太棒了。但在生意场上呢，像这种拍马屁的呢，是最危险的。我们需要的是有风险的预警。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们前面哪里有坑。所以啊，技巧1就是让 Gemini 对你说真话。你不要直接一来呢就问他问题，你要给他一段特定的人事指令。我是这样子写的：你是一个呢拥有20年经验的顶尖商业战略顾问，你呢眼光毒辣，思维呢是严谨的。你不希望呢听到恭维讨好的话，请用你最挑剔的眼光，深度的帮我拆解这一个深夜手工汉堡店的商业计划。请列出呢至少5个可能导致我失败的致命风险，并对每一个风险呢给出具体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指令里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顶尖的顾问，拉高他的智商的上限；第二，眼光毒辣，改变他语气的风格；第三，导致失败的风险，这是强制他进行负面的思考。当你把这个指令呢丢进去给他的时候呢，他会直接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需要注意的风险，甚至包括供应链 supplier 的小量高价的这种风险，手工汉堡出餐速度慢的风险。如果遇到深夜外卖的高峰，出餐慢会影响到核心的深夜流量，还有获客成本会比较高的问题，以及呢如何管理核心团队的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每一个风险下方呢，它都会给你可以执行和落地的方案。看到这个结果了吗？这才是老板真正需要听到的声音。像这样的模式啊，能帮你在你真正投入你真金白银之前呢，先在模拟的沙盘上呢，先踩一脚 break， 从这里省下来的可能是几十万的试错成本。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加入思维链 chain of thought。有好几个在我身边的老板常常跟我抱怨说，Terry， 我让我的 AI 帮我做这个计划，它最后跑出来的给我的东西啊，看起来很漂亮，很有道理，
旦呢要拿去落地执行的时候，发现一大堆的漏洞，那是为什么呢？因为 AI 有个坏习惯，它喜欢跳步骤，它的大脑的频率呢，预测的模型会倾向于直接给你大概率的结果，而忽略中间那些推导和思考的过程。这就好像你问员工，这个项目能准时完成吗？那个员工随口就跟你说没问题，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去算过他的工期。那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你的指令的最后加上一句这个魔法咒语，请一步一步的思考 ，think step by step。在提示词工程，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 里呢，这个思维链是价值超过100万的一个技巧。比如我想做一场针对高端客户线下的思想会，如果我直接问帮我做一个计划，他会给我一个通用的流程表。但如果我加上请一步一步的思考，从预算、场地、邀请到现场的体验，Gemini 呢就会开始自我拆解。第一步，从预算的策略推演到场地的选择的建议，再到第3步你邀请的策略，第4步现场的体验流程。他还会思考，如果嘉宾迟到了，那该怎么办？当你要求他一步一步的思考时呢，其实你是在强制 AI 展示它推理的过程。这不只是让你得到更细致的方案，更能让你检查它的逻辑有没有漏洞。在商业里，细节决定成败，而思维链呢，就是抓捕细节的一个网。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3个技巧，就是 GEM 功能，如何把经验呢，把它变成数字资产，就是 Digital Asset。刚才我们讲了第1个技巧里的毒舌顾问的提示词，那一段词呢很长，对吗？如果呢每一次遇到问题呢，你都要去把文档里的这一段指令 copy and paste 一遍呢，那就太麻烦了，也不符合我们老板高效率的习惯。Gemini 呢，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GEMs， 类似呢 ChatGPT 里的 Custom GPT。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复杂的设定、规则、背景一次性打包，把它存在 Gemini 里面。比如说，我要在我公司里建立一个 GEM， 叫做品牌危机公关顾问。我设定它的任务呢是：第一，他必须熟悉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第二，就是他必须懂得危机公关的黄金24小时法则；第三，他输出的格式必须包含对外声明稿、给员工的解释信、给媒体的回答、给客户安抚的策略和话术。下次如果真的发生了客户投诉或者负面的新闻呢，我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GEM， 给客户安抚策略和话术。下一次如果真的发生了客户投诉或者呢是负面的新闻呢，我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GEM 来用了，可以直接告诉他，昨天有一个 VIP 客户投诉我们的服务态度差，甚至呢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贴文来唱衰我们。几秒钟他就会立刻调动他之前的记忆还有规则，直接跟你吐出一整套很专业的应对方案。这就是数字资产，你把你处理的问题的经验和思维模式的方法固化在这个 GEM 里，哪怕有一天呢你不在公司，你的团队用这个 GEM 也能处理出80分以上的结果。这就是你把个人的能力变成了系统的能力。那你说牛不牛？接下来跟你分享第4个技巧， Google Workspace 最深度的整合。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 Gemini 相对比 ChatGPT 最大的杀手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用 Google 办公生态的企业呢，必须用 Gemini 的原因。这是因为呢 Workspace 的深度的整合。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工作效率会低，是因为我们还在用不同的软件之间切来又切去，很麻烦。你要在 Gmail 里看 email， 然后呢去 Google Drive 里再去找文件，再把这些文件复制到 AI 里面，然后再复制回去 Google Doc， 这样一来一去，灵感什么都没了啦。Gemini 的优点呢，就是允许你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呢，用输入 at 的符号的方式呢，直接就可以调用 Google 所有软件的数据。假设我要准备一个新品的发布会，我需要整理过去3个月客户给的反馈。以前呢，你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呢去找邮件、找 email。现在你只要在 Gemini 里面输入 @Gmail， 找出相关产品的反馈的邮件，让它总结出客户最关心的3个痛点，并且呢，让它以表格的方式给你输出，并朝你一份针对性的改进的计划。Gemini 呢就会直接钻进你的
Gmail 的邮箱里，帮你找出这些信息，然后读完，然后把重点抓取出来，直接生成表格给你。从查找信息到分析信息到输出行动，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而已。它直接帮你完成你以前半天的工作量。这对于每天处理大量的信息的老板来说简直就是时间管理的大神器。接下来和你分享第5个技巧，就是把报告变成 podcast。作为老板我们每天要看大量的报告。大量的行业信息和行业的分析、销售报告，甚至政策的文件等等，动不动就是几十页的 PDF。我也很常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明白，长时间盯着电脑真的是很累，而且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但是我们会有大量的碎片时间，比如说开车或者坐飞机的时候。Gemini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Audio Overview 语音摘要的这个功能，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文字转语音的朗读，而是它能生成一段 podcast。 它可以把一份20多页甚至30多页的报告丢给 Gemini 然后它会生成音频。它就像模拟2个主持人的对话的方式来聊这份报告，他们会互相提问和解释报告里的数据背后的推测，甚至它的意思。我在坐车回家路上听了10分钟的 podcast 就能把这20-30页的报告的精华全部吸收，而且是因为它是以对话的形式，非常容易的听进去，记忆也非常的深。它不只是帮你省时间，甚至是利用你碎片的时间来帮你创造更多的价值。你甚至可以让你的团队在开会前先听完这份语音的总结，这时候大家在开会就不用像过去一样浪费太多时间来读那些文档，而且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讨论的重点。第6个技巧就是把它变成你的商业项目的合伙人，让他从想法到产品落地，给出你一个完整的方案。这就是今天这支影片里说到最后的一个技巧，也就是最高阶的玩法。我们今天要让 Gemini 帮你把生意做出来。大部分人用 AI 就是让他帮你写文案，但更高级更专业的用法就是让他帮你设计产品。来，我举个例子，我想做一个解决电商库存管理的 SaaS 软件，但我不知道怎样子开始。我可以给 Gemini 这样的指令：你现在是一个我技术合伙人，一个 CDO 和资深的产品经理，我想做一个面向中小型卖家的库存管理 APP， 请不要只给我写写文案，我要你帮我产出的是：第一，产品的核心功能架构图；第二，数据库该怎样子设计和它的设计逻辑；第三，第一版的 MVP 的功能的清单；第四，针对竞争对手的差异化打法是什么。这样Gemini 给出的就不会是很通义的建议了，它会给出你比较具体的方案，直接包含了界面怎样子设计，第一版该有哪一些功能，怎样子跟竞争对手打差异化战。当你拿到这份文档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帮你完成了产品孵化的50%了。它能让你在投入开发之前就把商业模式想透透，过后就拿这一份文档去找开发团队的时候沟通的效率会帮你直接提升至少10倍以上。这已经不叫做辅助功能了，它已经是你的商业合伙人。好，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这6个技巧。第一就是如何用毒蛇顾问式的模式；第二就是思维链的技巧；第三就是用 Gem 的技巧；第四就是 Gemini 和 Google 全生态链的整合应用；第5就是善用 Audio Overview 语音摘要的这个功能；还有第6，把它变成你的商业合伙人。所以请记住， AI 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多快帮你写出一篇文章，而是它能不能帮你发现你没有发现的商业上的一些盲点，能不能帮你把一个模糊的想法变成一个可以落地可执行的生意方案。 AI 不会取代人，但是会用 AI 建立系统的人一定会取代那些只会埋头苦干的人。我常听人说很多人说用 AI 很智能，可是很多时候用起来却很智障。其实它区别就是在于你只是用来和它聊天，还是你用它来帮你经营。我希望今天这一支视频能帮你打开新的思路，不要只是去听，而是听完之后马上选一个技巧去试一试，马上去使用。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价值，请你一定要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做生意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里面告诉我这6个技巧里面呢，你最想先尝试哪一个？我是 Terry，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